气死我了，这条评论。自从介词世界观系列开始录之后，这条评论是让我最生气的。不好意思同学，我要把你这个评论挂一下，就是说我这个系列讲的太复杂了，记不住。同学，我们前面的视频里面说了很多次，我讲的这个系列里的一大堆的内容呢，不是让你去背的，而是让你去理解。理解的意思就是不用背，你看完只要原来这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啊，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你再去你自己使用英语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遇见我所讲的内容，你就会加深理解。然后说要记的内容太多，我们每一个介词都最后只总结出一个或者两个词让你去记。比如说 in 就是去记空间感， at 就是记点位感， into 的本质就是接触加渗透。每一个介词就是给你总结了这么一喵喵的东西让你去记。至于其他的你不用去记。气死我了，这条评论。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讲两个非常灵活的介词 beyond 和 behind。 Beyond 首先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词，超越。 Beyond 它最核心的概念呢不是在后面，而是超越界限。当我们说 something is behind us， 我们不是在说它在我们后面，而是在说它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先从物理上来看，空间的 beyond， 最基础的 beyond 就是指空间超越。比如说山脉延伸到地平线之外， The mountains extend beyond the horizon。 这里的 beyond不仅仅表示在什么什么后面，更重要的是它表示超出了视线范围。因为呢，地平线就是我们视觉的界限， beyond 表示超越了这个界限，是不是呼应了我们刚才说的 beyond 这个词，它的本质就是超越界限。再比如说森林延伸到河流之外， The forest stretches beyond the river。 城市的灯光在山谷那边闪烁， The city lights twinkle beyond the valley。 所以啊，三个要点：界限突破，Beyond 强调超越某个界限或边界。第二，延伸感，不是简单的位置，而是连续的延伸。第三，视野的拓展，往往涉及视线、认知或能力的扩展。好，我们来到第二层，能力的 Beyond 表示超越极限。 Beyond 它更深层的含义是超越能力的极限。比如说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 This problem is beyond me。 这里的 Beyond 它不是指空间概念，而是一种能力概念。不是说问题在我后面，而是说这个问题它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能力界限之外。我们来给几个例句啊。这个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超出了我的技能界限， This task is beyond my skills。 这个概念超出了理解范围， The concept is beyond understanding。 这种美无法描述， The beauty is beyond description。 难以置信， beyond belief。 无法言喻， beyond words。 超出预期， beyond expectations。 时间的 beyond 表示未来展望。Beyond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维度，比如说啊，我们需要考虑明天以后的事情， We need to think beyond tomorrow。 这里的 beyond 表示时间的延伸，不是简单的说在明天后面，而是超越明天的时间范围。我们来多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以后 Beyond this year， 截止日期之后 Beyond the deadline， 退休之后 Beyond retirement， 危机过后 Beyond the crisis，我们的有生之年之后 Beyond our lifetime。 解决了这几个比较具象的概念之后呢，我们来看抽象的 Beyond， 它是指概念上的超越。 Beyond 这个词最精彩的用法就在它的抽象概念上，比如毫无疑问，你就可以说 Beyond doubt， 也可以说 Beyond question。 无与伦比 Beyond compare， 无法衡量 Beyond measure。这里的 beyond 它都表示超出了某个概念的范围，就比如说超出了可以比较的范围就是无与伦比，超出了可以衡量的范围就叫无法衡量。好，我们再往抽象走一步， beyond 它有一种表达无限的感觉，比如说可能性是超乎想象的， The possibilities are beyond imagination。这里的 beyond 不是说可能性在想象的后面，而是说可能性超越了想象的边界，进入了一种无限的范围。那这种无限的表达是有好多的，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超越极限 beyond the limits， 比如说超越边界 beyond the boundaries。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behind 这个词也很神奇，它经常用来去揭露一些隐藏的真相。那 behind 这个词呢，它的基本概念是去指支撑的力量。
Behind 它最核心的概念也不是在后面，而是支撑和隐藏。当我们说 someone is behind you， 我们不仅仅是在说位置，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支持。当我们说 behind the scenes， 我们是在说隐藏的真相。Behind 的世界里，真正重要的往往是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我们从最简单的物理上的空间的 behind 开始讲。最基础的 behind 是空间位置，比如说花园在房子后面， The garden is behind the house。 这个后面是在后面，但它也不是简单的方向，而是暗示了一种保护或者隐藏的关系。房子是遮挡了花园的，可以理解为花园是在房子的庇护之下。我们来给几个典型例句。停车场在大楼后面， The parking lot is behind the building。 山脉在城市后面耸立， The mountains rise behind the city。 总结为3个要点。 Behind， 1. 遮挡关系， Behind 暗示一种遮挡或者隐藏的关系。2. 支撑背景，后面的事物往往是背景或支撑。3. 保护意义， Behind 往往暗示庇护或保护。那我们来往抽象走一步。支持的 Behind， 力量源泉。Behind 它更深层的含义呢是支撑和支持，比如团队支持领导， The team is behind the leader。 这里的 behind 不是说团队站在领导后面，而是说这个团队呢是领导的支撑力量。我们来给几个例子去看 behind 是如何表达支持这个概念的。家人支持他的决定， The family is behind his decision。 公司支持这个项目， The company is behind the project。 那我们再往抽象走一步。原因的 behind 表示根本动力。Behind 还可以表示原因和动机。 What's behind his behavior？ 他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的 behind 是表示深层原因，不是表面的，而是隐藏的、根本的，引申为背后的原因、动机、驱动因素。这个用法经常呢是用于谈论深层次的解释、隐藏的动机、行为背后的逻辑等等这些语境。那也就是我们中文当中会说的深层原因啊、背后推动力啊、真正的动机啊、潜在的逻辑这样的一些概念。成功背后的原因 behind the success， 失败背后的原因 behind the failure， 决定背后的原因 behind the decision， 改变背后的原因 behind the change， 冲突背后的原因 behind the conflict。 我们再来看时间的 behind， 表示过去的影响。 Behind 在时间上表示过去的影响。 That's all behind us now，那些都过去了。这里的 behind 不是说过去在我们后面，而是说过去的影响已经不在当前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了，也就是说过去已经不再影响我们了。那对于这个时间表达，我们给几个例子。落后于计划 behind the schedule， 落后于时代 behind the times， 拖欠付款 behind in payments， 落后进度 behind in progress， 落后于趋势 behind the curve。接下来呢，就是 behind 最精彩的用法，隐藏的 behind 表示真相揭示。那 behind 是如何表示隐藏的真相的呢？幕后 behind the scenes， 秘密的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面具背后 behind the mask， 这些表达都强调了隐藏的真实情况。这个表示隐藏呢，有一点点小抽象，我们多给几个例子。外表背后 behind the facade， 笑容背后behind the smile， 成功背后 behind the success， 还有一个外表背后 behind the appearance， 故事背后 behind the story。 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些后面才是隐藏的那个真相？讲到这里你就明白 beyond behind 它们都有在后面的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 Beyond 体现出的是一种无限思维， Behind 体现出的是一种深度思维。 Beyond他所说的是这种超越的感觉，宇宙超出我们的理解。 The universe extends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Behind 它表达的是一种深度的思维模式，答案在显而易见的事物背后。 The answer lies behind the obvious。 Beyond 是超越，是向外看，突破边界。 Behind 是向内看，洞察本质。
好，那我们的 beyond 和 behind 就讲完了。其实这2个词并没有那么难啊。我们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要再提醒一遍大家，除了笔记里面我列出来的常见搭配，比如说 beyond doubt、behind the scenes， 是英语里面常用的，你可以去记一下的固定搭配。更多的例子是帮助你理解这些词在句子里是怎么用的，不是要死记硬背的短语，也不要去背那些例句，不要自己给自己的记忆任务加码。因为如果你给自己的记忆任务加了很多码的话，你学着学着你就不想学了，你就烦了，你烦了英语这个学科，你还怎么办呢？你烦了学语言，你怎么办呢？我们学英语的目的是用英语，你学了我的课之后，我毕竟是拿中文在给你讲这些英文的理解。要想真正的把英语学到位，你是不是还得去用英语？你得听英文歌听了没有？英文的播客听了没有？你得看英文的视频看了没有？英文电视剧看了没有？你得说，你如果说你的那个城市里面有那些什么英语角，或者是你在线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英语角，你要去参加，还有现在那么多的 AI 工具，你去跟 AI 聊英语， AI 的英语都很好的。你得写，每次你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儿，你说我把这个记录一下，对吧？发现这一句英语不太会写，你就问问 AI， 或者是你翻译，你把那个中文翻译成英文看一看。再就是我的账号其实有很多海外留子在关注，大家都在海外了，你听了我的这个视频之后，你要去social，你要去用这个英语。咱们就是你管它对不对呢？你先去说，先把这个胆子给我练出来。好了啊，那我们这个第2季的借词世界观呢就讲完了，接下来就要开始更新第3季了。如果说你这个第1季、第2季都买了的话呢，那第3季可以开始入手了。我们接下来第3季的视频就开始更新。欢迎大家催更，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请你留在评论区。学英语呢，你不要急，但也不要放弃，我们就一点点来，好吗？每天都把自己的这个信心积累的更多一点点，每天都对这个去看更大的世界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感觉，好吗？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See you in the next one。